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新加坡和印度最近走得越来越近，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啊？包括从一些经济的算盘，对吧？新加坡如何想借印度来实现自己供应链的多元化，然后到一些地缘的考量啊，为什么新加坡要拉拢印度介入马六甲海峡，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和意图？包括最后咱们也会聊一聊新加坡在外交话术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好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新加坡在经济上打的什么算盘，尤其是他如何借重印度来让自己的供应链更有弹性。新加坡现在就是很担心嘛，就是外部环境很动荡，然后对中国的依赖又比较大，那他就提出了这个三引擎论嘛，就是希望说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经济的另外一个发动机啊，这样的话他可以不至于把自己的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听起来新加坡确实在分散风险这件事情上面是下了大功夫。在半导体、数字技术、绿色能源、金融科技各个领域都签了这种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啊，然后包括他也在推动印度跟东盟之间的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啊等等的，就是他希望说通过这些布局啊，来为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加上多重的保险吧，也给自己的企业打开更多的市场空间。那你觉得新加坡和印度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有哪些亮点？然后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他们两个就是今年2024年专门签了这个关于半导体的这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啊。然后新加坡就是把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一些企业的资源都投到了印度啊，帮助印度去提升它的这个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啊。他们也专门设立了一个政策的对话的机制啊，也搞了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的平台啊，甚至他们也想搞这种所谓的绿色通道，来保障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顺畅。所以新加坡是在帮印度全面的来升级它的这个产业。没错。然后他们还搞了这个技能培训中心啊，就是要解决印度本地的这个人才短缺的问题。就新加坡它其实是想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嫁接到印度去啊，让印度成为它的一个在南亚的一个新的枢纽啊，这样的话它可以不光是分散自己的风险啊，它也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抢占这个高科技的这个话语权。那你觉得新加坡在和印度的这个经济合作当中，具体是怎么分散自己的风险的？其实新加坡就是把自己的投资和自己的产业协作分散到了很多领域嘛，比如说他搞这个半导体的双线布局啊，然后他搞这个数字经济的合作啊，搞这个绿色能源的合作啊，就是他希望能够多条腿走路。那这样的话，他就不至于在遇到风浪的时候被一下子波及到。没错，而且它一方面是靠这个三引擎的这个战略啊，来避免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然后另一方面，它也在主动的帮助印度去提升它的这个产业能力啊，让新加坡的企业成为这个区域供应链的组织者和规则的塑造者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动荡当中去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咱们来聊一聊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这个地缘层面的这个考量。这个我特别想问的就是，新加坡最近邀请印度来参与这个马六甲海峡的巡逻，它背后到底有哪些战略的意图？这个其实新加坡它这次这个举动啊，是在中美竞争加剧啊，然后中国的这个影响力不断的扩展，美国的这个承诺又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的这个大背景下做出的一个选择。它其实是想要引入印度来作为一个新的平衡的力量，让马六甲海峡的这个安全格局不再是一边倒。这么说的话，新加坡是在主动的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对，就是一方面他是想要去牵制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啊，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向美国和其他的伙伴去证明自己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枢纽，然后再就是想要去塑造一个多极化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让自己在这个区域的话语权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守门人这个角色能够继续的巩固下去。你觉得新加坡让印度加入这个马六甲海峡的巡逻会带来哪些新的风险？这个其实就打破了几十年来这个海峡一直都是由沿岸国家自己来守护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马来西亚和印尼其实对这个事情是非常警惕的，他们就担心自己的主权被削弱啊，然后这个原本的这个协作的氛围也会变得比较紧张。所以说这个其实挺有争议的这个决定。对啊，然后就是印度它的加入就会让这个大国的角力更加的复杂啊，就有可能会让这个海峡从一个合作的地带变成一个对抗的前沿啊。新加坡本身也有可能会被卷到这个冲突的漩涡当中，而且一旦局势失控，它的这个地缘的位置反而会成为一个负担。就是说现在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新的局势
会给整个这个地区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印度，它获得了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水域的一个长期的存在啊，然后它的这个影响力也是明显的提升了。那同时呢，新加坡的这个拉外部的力量进来，也让它的这些邻居们是非常的不满，大家的这个信任是受到了损害。所以说，大家其实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位置。没错，那就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他们也在强化自己的这个军事的部署啊。然后泰国的这个克拉地峡的这个项目又被提上了日程啊，就是大家其实都在重新分配这个权力和利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区域的这个格局更加的复杂啊，也让中国有了更多的这个战略的选择啊。那这个时候，新加坡的这个未来的地位也变得更加的不确定。咱们来聊第3部分啊，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捧印啊背后的外交话术和利益诉求。对，想问一下，就是新加坡最近这几年在公开场合是怎么去描绘印度的？然后它其实传递了哪些更深层次的信号？新加坡的高层最近在很多场合都把印度形容成一个崛起的经济强国啊，然后说它有庞大的年轻的人口，说它的这个发展势头很猛啊，甚至说它未来有可能会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的新的龙头。这种表态确实很有指向性。没错，而且它不光是在说人口红利这个事情，它还在说印度和新加坡在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上面的合作啊，然后说两个国家要共同的去推动区域的稳定啊，强调多边主义和这个规则的秩序，其实背后就是在给印度在亚洲的这个地位进行背书啊，同时也是在告诉外界，新加坡是跟这个新的亚洲的重心是紧紧的绑在一起。你觉得新加坡这种高调的去捧印度，它背后有哪些实际的利益的考虑？其实新加坡它是希望通过积极的去提升印度的这个地位啊，来打造一个新的亚洲的经济的引擎，然后分散风险同时呢，让自己在区域的供应链当中始终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所以他是在主动的去塑造一个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对，而且他还借着这个跟印度的深度合作啊，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枢纽的身份，然后去影响这个区域的规则。同时呢，通过这种公开的去看好印度啊，来吸引更多的国际的资本和技术进入到这个新加坡、印度的这个生态圈里面，让自己的这个竞争力和话语权再上一个台阶。所以说，新加坡最近这么高调的去抬升印度的这个地位啊，你觉得会给这个区域的局势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觉得一方面新加坡它确实是通过这种对印度的认可啊，帮自己在这个大国的夹缝当中又找到了新的一些外交的筹码，然后也让自己的这个经济和安全的布局更有弹性。但是呢，这个做法也很有可能会让区域内的一些国家觉得新加坡是在选边站啊，就是它可能会牺牲掉一些长期以来的这种中立的形象所以这个捧印这个策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它可能会让新加坡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些优势啊，但同时它也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地缘博弈的舞台上面。对，今天咱们把新加坡和印度的这个紧密的合作背后的一些经济的盘算、地缘的盘算都给大家理了一遍。其实未来这两个国家能不能真的达成他们想要的这些目标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够应对好区域里的这些不确定性和各方的一些复杂的反应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